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静观自得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教大家怎么压干花。给大家看一个成品，这是以前我在国内教学生这门课的时候，给他们做的一个示范。以前没有手机，照相机也不是很普遍，所以只存留几张，留个纪念。后来来美国以后，多数做的都是送给朋友了，没有留下太多的成品。这个应该是94或者95年上课的时候教学生上课所做的，到现在应该是快有30年的历史了。既然是要讲压花，我们肯定会说到花的各部分结构的名称。所以今天我简单介绍一下花的基本结构。一朵花通常由6个部分组成，首先是颜色很色彩漂亮的花瓣，然后通常是绿色的花萼，然后就是下面的花托和着生一朵花的花柄，还有就是包在花里面的花瓣里面的雄蕊和雌蕊。雄蕊分为2个部分，花药和花丝。花药就是常分花粉的地方，而花丝是长长的细丝，上面着生着花药。雌蕊分为3个部分，柱头、花柱和子房。柱头就是接受花粉的地方，子房是产生果实，最后产生结成果实的地方和种子的地方。好，花的结构我们讲到这里，所以这些名称我们了解了，对我们压花很有帮助。采回要压的花材、叶材和杆茎，准备厨房的邦底比较吸水性比较好。我们不需要专门的压干花的这个书或者是 binder， 就用平时收到的没用的广告的杂志，把花材整理一下。通常我会把叶子和杆有的分开，有的不分开，这样比较方便搭配。有时候需要叶子，有时候就光的杆来造型。为了尽快的让植物跟花材干燥，它的颜色就越快干燥，它的颜色保持得越好。所以我通常会用邦底厨房纸1层或2层或上下都有，因为这些杂志其实它是吸水性比较差。这个是前几天我们介绍过的微眼、微盐、微光的后院的杂草早熟荷，它是非常好的压花的材料。禾本科它的花序很容易干燥，它的水分不多，所以作为压花的材料是非常适合的。由于它的花序呢又很细小，所以点缀起来很美，有点像是在插花做 bouquet 的时候的满天星。割开几页，我再把花材也摆上。有时候我会特意转一个花的角度，以其压出不同角度的花型，也有一些留小花苞的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要处理这一整支的花序。这个花比较大，可以看到花的花柄基部都比较粗，这个不好压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的花柄切除一段，或者做侧压。这2个我就采取不同的方法。左边这个呢，我把它花柄下面切掉，右侧的呢，我准备侧压，所以保留着它的花柄。一般我们选它的花瓣完整而且形状漂亮的，这样压起来正面它会特别美。但有的时候像这样破损的，我们也会留一些，用于作为装饰落花，落在地上的落花，它的花瓣已经掉落不完整，
就用右侧的残缺的。粉红花瓣比较幼嫩，比较细落，所以我用2张的粗黄纸。本来我忘记了，应该在下面垫1张，上面1张，这样会吸水性更快。我把整本的干花的花材跟这个树压在纸箱下面。今天是4月22号，我们看看有多少天它干燥。在加州，南加州，4月22号，你用任何重物压它都可以。我有2个纸箱，这个是换调料瓶的纸箱，所以比较重。下面一个纸箱，上面再叠一个纸箱，随便自己用什么砖头或者是厚的电话书都可以。好，关于压花的制作，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。大自然有取之不尽的花材、叶材和杆材，我们怎么选取用于我们的压花制作会最方便？下次我们再来讲述。感谢您的观看，下次再见。